如果把中世纪想象成一个粗糙分裂、信息闭塞的时代，那么延续近200年的圣殿骑士团几乎像一套提前几百年诞生的系统。他们是现代军事的承包商、跨国银行、宗教修会以及全球信托机构的合体。可当这群高智商精英撞上最擅长拆东补西、为钱不择手段的法王菲利四世，一场关于生存法则的阴谋就此上演。在巅峰之后，他们迎来了惨遭清算的血色末日，也由此和13号星期五的厄运传说纠缠在了一起。欢迎观看本期的风流志，查史不易，没有天理。欢迎您点赞关注并转发我的频道，谢谢。法国国王菲利四世出生于世界最古老的家族之一卡佩家族，因为长相俊美，人称美男子菲利。但外表之下，他的固执专断和不屈不饶也让他有了另一个更有名的称号——铁王。我们下面就讲讲他的这个名号有多实至名归。四世刚登基就接手了父亲留下的巨额战争欠债，其中主要的就有圣殿骑士团相当于2亿美元的8吨白银的债务。起初他曾依靠王室收入勉强结清旧账，可接连不断的战争开销巨大，再加上当时欧洲白银产量锐减，四世只能反复向圣殿骑士团、犹太商人与伦巴第商人借钱度日。常年的拆东墙补西墙，债务窟窿越滚越大，早已无力偿还。于是他就动起了歪脑筋，他命令官员和臣民分别上缴全部或至少一半的银器用于铸币，搞得国民哀嚎遍野。后来又罗织罪名，强行抄没了伦巴第商人的全部资产，从中榨取了25万伦巴第镑，放在今天的购买力大约在10到20亿美元之间。靠着这波掠夺，不但伦巴第商人的那部分外债一笔勾销，王室还赚到了一笔，财政暂时安稳了些。可几年后，为了保住战后的国家信用，避免经济崩盘，四世不得不下令整改早已严重掺水的励志货币，恢复银币的标准含银量。这就导致了从前的励志银币瞬间贬值2/3，所有人当年借的烂银钱币都要用现在价值3倍的足额银币来偿还，等于债务凭空翻了3倍。大量的负债者纷纷破产，就连菲利四世自己也瞬间成为了赤贫。既然这么惨，那为什么国王还要下达对自己如此不利的政令呢？那是因为前几年他为了赖账，疯狂地让货币贬值，不断降低金银钱币的成色，靠着励志币来变相掠夺民间财富，稀释债务。结果几年下来，这招玩脱了。如果继续放任银币掺杂，法国的金融信用就会崩塌，国家经济的没落也意味着国王的没落。四世只能两害相较取其轻，而且这位铁王早已想好了解决办法。他转头就向法国境内的神职人员额外征税，金额是教会年收入的1半。这个炸雷般的税金瞬间让教廷极其愤慨，教皇伯尼法斯8世立刻颁布了教谕，严禁任何教会财产转移给法国王室。为了报复，四世随即下令禁止法国教会将财富运出法国。就这样，经过了一番激烈的刀枪剑影之后，四世强势除掉了旧教皇，扶持傀儡克莱芒5世上位，还将教皇驻地从罗马迁到了法国掌控下的阿维尼翁，也就是历史上著名的阿维尼翁之囚。这场王权与教权的对决，最终以法国国王大获全胜而告终。耗完教廷羊毛之后的又几年，财政几经崩溃的四世又故伎重演，下令驱逐境内所有犹太人，并没收他们的家产。这次抢到了14万黎巴嫩镑，折合现代购买力同样达到了10亿美元级别。不仅如此，他还强行接管收缴犹太商人对外放出的全部借贷债权，层层收割，手段狠辣。
在这个期间，四世拥有佛罗伦萨和之前没有动的伦巴第等地的意大利商人逐渐取代了圣殿骑士团的融资，就像我们把一张信用卡刷爆了，再搞一张新的来刷一样。但这种操作只会引发更大的恶性循环。最后果然如此，高额度的意大利融资不但没有缓解困境，反而让债务和利息进一步膨胀。即便他几乎榨干了所有能动用的资源，但四世还是穷到了连王室金库也被搬进了圣殿骑士团位于巴黎的总部，接受抵押监管。现在让我们回头来看看，成为菲利四世最大债权人的圣殿骑士团到底是个怎样的团体。也就是菲利四世时代的前200多年，第一次东征的十字军从法蒂玛王朝手中浴血攻下了犹太教、天主教、伊斯兰教共同的三教圣城耶路撒冷，然后建立了耶路撒冷王国。圣地重回天主教掌控的消息轰动了整个欧洲，朝圣热潮就此兴起。法兰西、德意志、英格兰这些地方的天主教徒长途跋涉地踏上了东征之路。他们横渡地中海，在今天以色列境内的雅法港登陆，再穿越大约50公里的崎岖山地抵达耶路撒冷。这条朝圣之路被信徒们当成洗涤罪孽、换取灵魂的救赎之路。但十字军只掌握了几座核心的港口和城池，从雅法港到耶路撒冷的漫长道路上往往埋伏着当地的武装分子，而朝圣者们正是这些人眼中低风险高回报的肥肉。这些穆斯林的亡命之徒的目标不仅仅是他们的财物，更是怀揣着宗教对立、战后复仇的情绪，对他们的猎物手段残酷，毫不留情。慢慢朝圣路也就变成了无数天主教徒的死亡之路。朝圣者的悲惨遭遇就这样持续了20年，出现了一群以法国香槟领地出身的骑士为首的十字军老兵。他们以耶路撒冷为根据地，主动结成了自卫武装，义务保卫朝圣者路途安全。最初骑士团只有9名骑士，他们的初衷完全出于对信仰的单纯追求，立下清贫、贞洁与服从这3大誓言：不得拥有私人财产，不得结婚，全身心投入到守护信仰、保卫朝圣者的使命之中。因为穷得比较具体，因此他们的徽章也很写实，2名骑士共用同一匹马。然而这支小小的团体展现出了惊人的自律与战斗力，很快就有了自己的声誉。他们的骑士精神感动了一些有实力的资助者，有了这些支持者的宣传和举荐，他们又进一步得到了罗马教皇的支持。教皇敏锐地意识到了他们的独特价值，于是在圣殿骑士团成立仅仅1年之后，罗马教廷正式承认了他们。从此之后，圣殿骑士团成了整个天主教世界备受青睐的慈善机构，从渴望支援圣地战争的家庭那里获得了金钱、土地以及贵族子弟。10几年间，教皇豁免了圣殿骑士团遵守地方法律的义务。这一项法令意味着他们可以自由出入所有边境，不但无需缴纳任何税款，还能收取代管领地的11税，并且不受教皇以外的一切权威，包括国王的约束。这简直就是一个中世纪版的外交豁免权和免罪金牌呀！他们的代名词也从最初的清贫苦寒转到了权势泼天。然而最难能可贵的是，大量的财富和特权并没有冲昏骑士们的头脑，他们在坚守信念的同时，不断创新出先进的机制。譬如在那段中世纪，普通骑士平时其实就是一些贵族，要打仗时武装和食物都是自备，作战进退也全靠个人判断。这样的骑士虽然勇敢，却算不上正规的军人。而圣殿骑士团则统一配备武器和铠甲，制定作战规范手册，还搭建起早期的侦探情报网络，并把军事训练成以1敌100的精英。
骑士团曾经只用几千名步兵就击败了萨拉丁的26000名伊斯兰大军，缔造了中世纪以少胜多的神话。相较同期松散的军队，骑士团的战术体系高度成熟，战略领先时代，已然孕育出近代军事制度的雏形。再比如，他们开创了西方金融体系的雏形，堪称近代银行业的鼻祖。圣殿骑士团在全欧洲和圣地建立了几十个分部，形成了一个庞大的跨国金融网络。他们为朝圣者提供在分部之间的跨国存取服务，实现了西方早期的汇票制度。这里插一句，早在这之前300多年的唐朝就已经有了飞钱，但比起骑士团精准而又系统的风险管控手段，就略逊一筹了。骑士团发明了早期的密码记账法，以防止账目泄露和内部贪污。他们还有高度标准化的账目制度，跨地区分支之间的交叉核验，身份与凭证的双重认证，以及对内部成员的严格考核。即便是后世的早期银行家，也在很大程度上借鉴了这种做法。此外，圣殿骑士团还翻译并传播了大量古希腊、古罗马的科学与哲学文献，内容覆盖数学、天文学、医学等领域。要知道，在中世纪的西欧，绝大多数人都是文盲，哪怕是贵族，也往往只有基础的读写能力，而圣殿骑士团却有自己名目完备的图书馆。这种用理性和智慧搭建起来的领先于时代的运行体系，最终将圣殿骑士团推向名誉、财富与权势的巅峰。鼎盛时期，圣殿骑士团成员约有 1.5 到2万人，但能真正成为骑士的其实只有 10% 左右，他们都是贵族。不是贵族的就成为军士，比例在 40% 到 50% 之间，剩下的就全都是教士和后勤人员。就这样，圣殿骑士团的财富积累越来越丰厚，他们在欧洲各地拥有大量的庄园、葡萄园、港口和船只，其中有些甚至在700年后的今天都依然屹立。到13世纪中期，圣殿骑士团的地产已经接近9000处，年收入更是高达272吨白银，接近当时法国王室年收入的6倍，按购买力计算，相当于现在的65亿美元。这种集现代军事承包商、跨国银行、宗教修会以及全球信托机构于一身的独特模式，让圣殿骑士团成为了当时欧洲最强大的组织之一，堪称世界上最早的跨国企业雏形。其实菲利斯氏是打仗打穷的，没有财，但他有权啊。在他手中掌握着2个致命的筹码。第一，阿维尼翁教廷的教皇早已沦为他的提线木偶，而圣殿骑士团身为教皇直属机构，等同于在政治上沦为了他的玩物。第二，先前4世敢动国民、动伦巴第商人、动犹太商人，甚至是教皇，唯独没有对圣殿骑士团下手，忌惮的就是他们强大的军事背景。可事易时移，后期的圣殿骑士团在中东战场早已风光不再，被团结一心的伊斯兰军队以绝对人数碾压，一路节节败退。耶路撒冷等地也接连被穆斯林世界收复，这导致了欧洲信徒们的强烈不满，他们再也无法前往圣地朝圣，而骑士团也失去了最初的使命，只剩下残破的军队以及4世刻意散播的种种罪名所带来的极为不利的口碑。一个失去了靠山，没有了军力，却依然富得流油的首富债权人，站在另一个债台高筑、心狠手辣，并且有着多次恶意清算前科的国王面前，结局其实早已注定。于是，就在圣殿骑士团成立了208年后的1307年10月13日，星期五，法国国王菲利4世胁迫教皇克莱蒙5世对圣殿骑士团展开了毁灭性的清剿。教宗被迫下达了对圣殿骑士团的取缔令，
任由法王铲除这个在经济和政治上都碍手碍脚的心腹大患。除了西班牙的国王拒绝迫害圣殿骑士之外，所有的天主教国家都不敢违背教令。被捕的骑士团成员在法国遭受了酷刑审讯，不少人被迫承认包括异端在内的罪名，最后还被火刑处决。曾经盛极一时的圣殿骑士团就这样走向了覆灭。不要以为只有圣殿骑士团是这样的遭遇，我们之前提到的佛罗伦萨、伦巴第等地的意大利商人也是又一次遭到了同样的清算，不是家破就是人亡。但故事并没有在这里结束。就在圣殿骑士团最后一任大团长雅克·德莫莱被施以火刑的那一刻，他当场发下诅咒，是要教皇克莱蒙五世与菲利四世在1年之内一同接受天谴。而诡异的是，大团长死后仅仅50天，其实已经给骑士团写好赦免书却不敢公布的无奈的克莱蒙五世猝然去世，死因不明。不到9个月，主谋菲利四世也因中风去世。而圣殿骑士团成员被捕的13号星期五，也和出席最后的晚餐的13人以及耶稣受难日是周五的说法共同交织成为西方文化中黑色星期五的起源。此外，当菲利四世毁灭了骑士团后，再一次贪婪地开始清点他们位于巴黎圣殿总部的库藏时，尴尬地发现那里只有142万利弗尔，按购买力算相当于现在的7到11亿美元，这个金额远低于预期。史料记载，就在骑士们遭到逮捕前，西法国的港口拉罗谢尔的骑士团船只曾经出海，这一点被后世反复引用，成为他们转移财产的依据。于是，神秘的圣殿骑士团宝藏又成为了人们津津乐道的话题。数百年来，无数人试图追寻这批宝藏，却始终一无所获。民间还有各式传言，认为骑士团肩负诸多神秘使命，包括守护圣杯、承续耶稣血脉等说法。这也成为了后世诸多神秘团体、文学小说与阴谋论的灵感源头。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便是共济会和小说《达芬奇密码》。纵然真实历史里的圣殿骑士团早已消亡，但围绕着财宝、圣物以及隐秘传承的种种传说，也为这群勇敢的精英们笼上了一层挥之不去的神秘面纱。谢谢您观看本期的风流志，别忘了给我点赞哦，谢谢。让我们下一次在风流中再次相见。